西方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英国媒体纷纷将矛头指向了美国霸权。原本共轭父子的美国和英国要分道扬镳了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忠诚 Talk。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俄乌冲突以来西方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德国因能源成本问题被迫开始去工业化，法国的经济复苏步伐也被能源危机和通胀冲击打断了。就连与美国共轭父子的英国，也在美国华尔街的持续吸血下流失了大量宝贵的金融资产。在这样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英国媒体纷纷以笔为鉴，将舆论的矛头对准了逆世界大势而行的美国。12月26号，海外网援引英国《泰晤士报》的消息特朗普推行的保护主义和拜登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正在导致全球贸易格局的迅速变化，而英国夹在美国和欧盟之间，处境十分艰难。英国尖刺在线网站也于12月27号发文称世界稳定的威胁并非是中国崛起，而是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的对华挑衅政策。在更早的7月初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亚当·史密斯甚至直接扬言，美国正走向分崩离析。众所周知，美英两国关系之紧密并不能用简单的同为西方阵营来解释。同样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同样的离岸平衡和分而治之战略，乃至共同的利益等等，这才是美英两国如今能形成特殊关系同盟的主要原因。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世界正在迎来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追求公平公正的多极化世界大势下，第三世界地区纷纷觉醒，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开始公开反对美国霸权和美国的经济剥削。西方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国内混乱纷乱加剧，自身难保。美国不仅无法确保自己吃肉的同时让西方盟友喝上汤，还反过来在欧洲到处拱火，卸磨杀驴，试图通过吸血欧洲缓解美国国内自己的矛盾。因此即便是英国也十分清楚，英国必须脱离美国，寻找新的出路，才能在世界生存。事实上，从英国约翰逊政府时，我们就能注意到，英国已经提出了全球化英国的战略，旨在增强英国的科技战略优势，进一步塑造开放的国际秩序，确保英国的经济地位。而这种战略显然与拜登政府致力于的美国科技应处于领先地位和美国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再加上俄乌冲突的爆发和美国对西方的持续吸血，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英国国内近期会开始蔓延起反对美国霸权、美国霸权衰落这些论调。毕竟英国现代经济依托于相对公平公正且稳定的全球化贸易体系，而这与拜登政府追求的美国单极世界本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过美英在战略上分道扬镳，并不代表中英之间的关系短期内会迎来好转。英国目前希望成为多极化世界体系中的新的一极，新任首相苏纳克仍然认为中国是系统性挑战，因此短期内中英之间竞争仍然是大于合作。好，各位网友，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我们下期再见。